小千啊，我刚出门的时候看到你家宋恒正在单元门呢，跟一个女的搂搂抱抱呢。你大着肚子可别气着啊！宋恒，你告诉我，为什么我检查单赵县人之前做的试管基因与复方不符？昨天明明就是你的名字。阿恒，他都知道了，还瞒什么？对，我在试管那天换了基因，你肚子里的根本不是我的孩子。时间，救救护车！石小姐，孩子的称重已经完成了，6斤2两。您是孩子父亲吧？来抱一下。你真的把宝宝的基因换掉了吗？姐姐，对不起，但是多多回来找我了，我又寻找了医生，那个医生给我开了药，说我还是有机会生下自己的小孩的。离婚吧，只是你我的奶奶都有心脏病，我们得先瞒住他们。你要离婚？世谦，你至于吗？我都没提离婚，你……芊芊姐，离婚好，什么时候？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帮你好好照顾宋恒的。等出了月子，我们直接民政局见，我一天都不想多等。行，那1个月后我们直接民政局见。离婚冷静期1个月，到时候你记得按时到民政局跟我领离婚证。你看，这刚出月子居然就来离婚了。芊芊姐，这离婚是你提出来的，1个月后可别找借口不来啊！放心，我一定会准时到的。那既然这样，这以后你就要一个人带着这个孩子，毕竟是个单亲妈妈，要是生活上有什么问题，可以找我和宋恒帮忙啊！阿恒，我们回家吧。宝宝，你放心，妈妈就算一个人，也会把你照顾好的。大老板，大老板怎么会来这儿？完了，不会是休产假前夜我出现了什么重大错误，以至于总部的大老板都要亲自找上门来问罪了？大老板，是不是我工作哪里失误了？你的孩子是我的。什么？你不知道，我就是孩子的亲生父亲。啊！现在这么想，盗取基因不就是她和她丈夫一起做的？这是我和孩子的亲子鉴定书，你要是不信，可以取我们的毛发，再做一次亲子鉴定。这个孩子怎么可能是大老板的呢？我来是想告诉你，我霍家的血脉绝对不能流落在外。收拾一下，跟我回霍家。石小姐，请问。不过，宋恒为什么会调换成老板的基因？欢迎石小姐回家。这么多人，石小姐，你不用紧张，这些都是照顾你和宝宝的人。这么多人照顾我和宝宝？石小姐，这些只是一部分，还有营养师团队5人，安保人员6人，负责别墅外围及您的出行安全。另外还有人力师3人，保洁人员8人，还有医务护理专员2人。这加起来有20多个人，却只照顾我和宝宝。
老板，您真的确定孩子是你的吗？我说过，你要是还不相信的话，可以取我们的毛发，再做一次亲子鉴定。不用了，不用了。不过，我真的要住在老板这里吗？你放心，我对你没有兴趣，让你住进我家，是为了给孩子更好的照顾。你怎么知道我在想什么？你和你丈夫做的事情，我不想过多的追究。孩子是无辜的，我只是想尽到一个父亲的责任。我也希望你能尽到一个母亲的责任。什么？我和纵横做的那些事，什么事啊？孩子也。以后所有的开销都可以刷这张卡，无限额，你自便。周嫂，带施小姐去房间，顺便熟悉下婴儿房。老板把我留在这里，不会是为了以后方便抢乐乐的抚养权吧？孩子哭了。啊！怎么了？不好意思啊。老板，宝宝饿了，所以刚才哭得很厉害。我知道了。等等，老板。老板，对不起。说吧，想说什么？我想问，你把我留下来，是不是想拿走乐乐的抚养权？要是你跟我抢乐乐的抚养权，就算你是大老板，我也是不怕跟你打官司的。我是孕期妈妈，法律会站在我这边的。又耍什么花招？如果我是要跟你抢抚养权，你根本进不了霍家的大门。你现在只需要做好一个亲生母亲该有的责任就行。所以，这是不和我抢抚养权的意思吧？得，产假休完要回来当牛马了。芊芊，你回来了，我想死你了。芊芊，你生了男宝还是女宝？宝宝是不是巨可爱？是男宝，很可爱。哎，你们帮我翻一下，我去人事部销个价。没问题，交给我们吧。那是许多多，据说是咱们秘书长的亲戚。秘书长说你的工位空着也是空着，就让他表妹做了。现在工位都是满着的，待会儿你记得让秘书长重新给你安排个位置。我也不知道能不能行。是啊。秘书长，我报备完了。陆秘书长，我的工位，公司工位紧缺，暂时没有合适的位置，你随便找个地方先坐吧。那我能申请一台电脑吗？那我也没办法，你将就一下，看看大家有什么杂事儿，大家有需要你的地方，你就多帮帮大家，其他的事儿以后再安排。意思是让我打杂工，意思是让我打杂工。大家注意一下，石谦回来了，但是咱们部门没有多余的工位，没有办法让他单独办公，所以以后就让他跟大家一起工作。如果大家有需要他帮助的地方，都可以请他一起处理。陆秘书长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芊芊以前也是我们部门的优秀员工，你现在就让他给大家打杂，这也太过分了吧？就是，当初竞选秘书长这个职位的时候，芊芊的业务能力可比某人强多了。要不是芊芊怀孕了，即将休产假，这秘书长的位置还不知道是谁。你们是觉得我是在故意欺负石谦吗？难道不是吗？做的那么明显，就不要再往自己脸上贴无辜面具了吧，有点恶心。我是秘书长，还是你们是秘书长？都
都去工作。芊芊，那你现在只能跟我们一起挤一挤了。好，没事。时迁啊，既然秘书长说有什么事儿都可以找你，那麻烦你去帮我买杯咖啡吧。我要一杯榛果拿铁，加糖不加奶，还有一杯美式咖啡加双份奶。这是陆秘书长的。那不就是拿铁吗？我买，没事。好。霍总怀里抱的是小宝宝吗？霍总竟然带孩子来上班，他不是未婚吗？怎么多出个娃？霍总，孩子交给我吧。哎。时迁的返岗手续办得怎么样了？啊？老板这么关注时迁？让他上来总裁办公室，以后跟你一起负责我的事务。你要的咖啡。对了，这些文件的数据今天就需要，所以辛苦你了。许多多，你别太过分了。芊芊电脑都没有，她今天怎么可能整理得完？那你让他去和秘书长说吧，这些都是秘书长要的。你能干就干，不能干就……许特助，你怎么来了？是有什么吩咐？完了，许特助过来，该不会是跟老板有关系吧？石小姐，霍总让您去楼上办公，以后您就跟我一起工作。啊？许特助，你没有搞错吧？霍总让芊芊去楼上工作。石小姐，麻烦您收拾一下东西，跟我上楼吧。不用收拾东西，他没有东西，他现在就可以跟你上去。芊芊，加油，好好干，口富贵，勿相忘。许特助，是不是弄错了？我们秘书部业务能力最强的是我表陆延初，霍总想要提拔助理，应该是要他去才行啊！我这就去叫他。石小姐，如果您不需要收拾东西的话，现在就跟我上去吧。好。霍总今天带了宝宝来公司，他怎么会？不是说好让月嫂照顾吗？不知道啊。他是想让我来照顾宝宝啊？可是我不想放弃事业。他也没跟我交代这些，我也不清楚。哦。进。老板，石倩小姐上来了。过来。哎，张嫂。时迁。哎，在。老板，您让我上来工作是因为乐乐吗？我想好好工作，靠自己的能力升职，而不是靠孩子。让你上来工作，是因为你是最适合的人选。乐乐现在年纪还小，将他交给月嫂照顾，我也不放心。把他带在身边工作，我肯定会比以前更忙。所以，我需要新增一名助理来帮我分担工作。首先，你是秘书部里面业务能力最强的。其次，你是乐乐的亲生母亲，如果乐乐有需要，你也可以帮忙一起照顾。从所有角度来说，你都是最佳人选，所以我让许特助直接带你上来了。有其他疑问吗？没有了。那既然没有疑问，就去工作吧。
好的，老板，那我先去工作了。去吧。石小姐，我们的办公室在隔壁，我带你过去看看吧。霍总，还有什么吩咐吗？石谦不用去隔壁办公室，在我的办公室加一张桌子，他在这儿办公吧。是，我马上去安排。石谦小姐，您对桌子有什么特别的要求吗？大概这么高合适？啊，不用了，许特助。老板，其实我，没事了。许特助，我自己安排就好，您去忙自己的事情吧，我可以的。这石谦不是霍太太，但是胜死霍太太，哪敢让她帮忙？那怎么能行呢？这样，石小姐，我去后勤部帮您申请一台电脑，怎么样？许特助，哎，你很闲吗？你和石谦只是普通的同事关系，你不用帮他做工作责任之外的事，他自己的事情他自己做。是。石谦。在。想要什么，自己去后勤部申请，和普通员工一样，不要想着有优待。好，谢谢老板。想要做我的助理，也需要有能力。先给你1个月的试用期，如果做得好，就继续做这个位置；要是做得不好，就换别的人来做。我一定会努力的。那我先去后勤部申请电脑了。去吧。霍总的水杯空了。哎，许特助，老板有没有什么个人喜好，比如说喝水习惯？好，这样，我马上给你的工作邮箱发一封文档，里面都是霍总的个人信息，这样方便你照顾他们。你空多看看。啊，好。他老人家不太喜欢喝咖啡，他更喜欢喝热水，倒热水就行了。要不要加枸杞啊？哎，王总，你好。石谦，在。把你的工作邮箱还有微信发给我一份。啊，好的。等等，差点加成私人号码了。加老板微信，那还是得拿工作号啊。我待会会让许特助拉你进去。啊。对了，这些资料你整理一份，待会有个会。好的，老板。工作邮箱我发给你。好。这个群聊，霍总也在里面，还有公司一些高管，你注意一下。好。关于南非那边的收购，石谦，去给宝宝喂奶。我主说什么呢？喂奶。好的，老板，我这就去给宝宝喂奶粉。原来是个大少爷喂奶粉，给我吓的，我还以为这个新来的石助理是老板娘呢。会继续。张嫂，我来吧。虽然有专门的营养奶粉，但现在孩子还小，还是母乳喂养更好一点。
乖啊！怎么还在哭？老板，我还没处理好。那个，用不用叫招婶来帮忙啊？不用，我自己能搞定的。那好，我在外面等，有事叫我。小坏蛋，表姐，闭嘴，关门。表姐，石谦竟然被霍总直接提拔到楼上当总裁助理了。什么？石谦不是才休完产假回来吗？为什么会突然被提拔？不会是弄错了吧？不知道啊，表姐。按道理来说，你才是秘书办的领导。如果霍总要助理，应该是提拔你上去，让他石谦上去算什么？好你个石谦！行了，你先出去吧。啊，对了，你跟宋恒的事情怎么样了？宋恒说他跟石谦拿了离婚证，就跟我领证。表姐，就算他升职了又怎么样？说白了，他就是个单亲妈妈，让他先得意一会儿好了。也是，说起来，这个石谦不过是一个离了婚的宝妈，霍总未必能看得上她。进来。好了。啊，好了。哦，对了，刚才的会议纪要我让许特助整理了一份，到时候发给你。好。居然都午休时间了，牛马该进食了。现在开口跟老板说，进来。霍总，我把孩子带过来。老板，您是要带宝宝去吃午饭吗？是啊。啊，那您带宝宝去吃饭吧，我等会儿去食堂。你喜欢在食堂吃饭？那当然是因为食堂便宜啊。是啊，因为我们公司食堂的菜在老板的带领下，太好吃了。跟上。霍总，他怎么来食堂了？霍总，您怎么来食堂了？是食堂出什么问题了吗？霍总不是向来都外出吃饭的，难道是食堂的品质出了问题，他来视察？没什么问题，我就不能来食堂吗？餐厅没问题，那霍总来这里做什么？石青，在。去帮我打一份饭菜。是。石小姐，霍总今天怎么来食堂吃饭了？不知道。啊，徐特助，我记得老板是喜欢吃清淡一点的，越清淡越好。啊，老板，饭来了。他怎么来了？多多，我到你们食堂了，给你准备了爱心午餐。宋恒来给我送饭了。哎，石倩，你老公来给你送饭了。看看，真是别人家的老公才是好老公啊！是，倩倩，我给你炖了汤，你喝这个补身体，对身体好。宋恒，你这饭真是给我送的？当然是给你。倩倩，我还有事儿，先走了啊。
老板，我吃饱了。基因的事情不是他们一起串通的吗？怎么看着这么不对劲？徐特助在。公司应该加强对外来人员进出的管理，不是公司的员工，怎么能擅自进入公司的工作区域？好的，老板。老板是在说宋恒？世谦，在。你是我孩子的亲生母亲，不出意外，未来都会有所牵扯，所以你和宋恒的事情最好早点了断。是。什么时候领离婚证？啊？我希望你最好快点。我不希望让人误会，我是小三。啊？您不是小三，我们只是因为宝宝被迫牵扯到一起，不是那种关系，所以您绝对不是小三。我没说错话吧？不过怎么感觉老板还是心情不好？午休时间你不用跟着我，自己去休息。好的，老板。张嫂，你也去休息吧。好的，霍总。宝宝，你跟老板长得真像啊！我是他爸，他不像我，像谁啊？老板，你带宝宝去休息室休息，下午我让人把隔壁房间收拾出来，当做你的休息室。老板，要不你带宝宝去休息吧，我不用休息的。您要是不想带孩子一起睡觉，我和张嫂可以照顾他。您去午休吧。你以为我是不想带孩子？啊？不是的，老板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就是担心您下午还要工作，中午应该好好休息的。闭嘴！让你休息你就休息。继续。怎么了？他好像拉了。应该是拉完了。大老板居然也有这样的表情。我儿子拉完了。老板，宝宝现在还小，拉的屎其实不脏的，我来给他换尿不湿。好。不行，不能笑，不能笑，否则不让我过试用期怎么办？世谦，在。还是你带着宝宝去休息室睡觉吧。你下午还要上班，还在哺乳期，你休息好了，对母乳更健康，对宝宝也更好。原来都是为了孩子。好的，老板。进。石小姐，你有工作就去忙吧，我来陪乐乐。老板可真是努力，午休时间还要工作。石小姐，这份文件麻烦你让霍总签一下，我还有事。好，辛苦你了。蜘蛛纸牌，老板，你上班也会摸鱼啊？有文件让我签啊？啊。下次进了记得敲门。好的，老板。就是这些了，今天下班结束后也没有应酬。那没什么事，就下班吧。
时迁，时迁，哎，在。过来。啊！等等，如果跟老板一起上班下班，那公司里其他人会不会多想？老板，等等，要不我们还是分开上下班吧？完犊子了，霸总生气了。夫人，许特助，谨言慎行啊！是大意了。石小姐，霍总刚才还挺生气的，你一会儿回去了，要不还是哄哄他，要不然我们明天所有人都得跟着遭殃。哄老板，这也是助理的工作吗？我在工作细则里面没有看到这一条。这倒不是助理的工作，只不过你和霍总之间的事儿，他也是受害者。再说了，你刚才那样说话，难免有些伤人了，不是？好。也是，基因这个事情是我们拖累了老板。不过，霍晨玉的基因到底怎么被宋恒拿到的？宋恒应该也不知道他替换掉的基因是霍晨玉的吧？表姐，你就别生气了。那个贱人，就算升上去了又怎么样？我看没多久就要摔下来了。你说时迁怎么就能有这么好的运气？宝宝，对呀，霍总是有孩子的，所以是因为时迁也有孩子，更会照顾宝宝。我看肯定是这样，不然霍总不可能选他。既然霍总有宝宝了，那肯定有太太啊。如果让太太知道时迁利用哺乳期靠近并勾引霍总，那肯定会狠狠收拾时迁，甚至将时迁直接赶出公司。现在当务之急，我们得先找到太太。小少爷可真可爱。哎呦，石小姐，霍总刚才还挺生气的，你一会儿回去了，要不还是哄哄他吧，要不然我们明天所有人都得跟着遭殃。老板，我可以进来吗？进。老板，对不起，我今天下午不是故意不跟你一起走的，因为我现在还没离婚，要是被大家看到我们走得很近的话，可能真的会误会你是小三。我不想因为我的事情影响了你的声誉。好，知道了。谢谢老板。不过，老板的基因到底为什么会被宋恒拿到呢？老板，还有事吗？没事了，我先出去了。我有那么吓人吗？小朋友，这不是游乐场，不能喷水的。来，你把喷水枪给阿姨。我妈说在这里，我想去哪儿就去哪儿，我就要在这儿玩。你这个阿姨真啰嗦。阿姨，你别落汤鸡了。幸好文静没事。家树，怎么跑这么快啊？你就是陈玉新招的助理。秘书部现在挑人是只看长相，不看别的了是吗？怎么这么不懂规矩，对这个孩子大呼小叫的？夫人您好，我叫时迁。刚刚这位小少爷在这玩水枪，我怕他把霍总的文件和电脑弄湿了。哦，难为你有心了。不过这办公室的东西都有专人负责，你一个助理管好自己的分内事就行了。霍总。陈玉，你可算回来了，这是我给你炖的你最爱喝的淮山排骨汤，炖了好几个小时呢。你最近工作辛苦了，可得好好补补。
怎么回事？小叔，那个阿姨要抢我水枪，还挡着不让我玩。家树，别乱说，师助理也是为了工作。不过陈宇啊，你身边也该找一个稳重、知根知底的人帮你，不然这人来人往的，身边有个年轻漂亮的女助理，总归是不太方便。这要是让外面的人知道了，不知道对你影响有多大。家树，把水枪给我。嫂子，你把汤放这儿吧，待会我会喝。家树还小，你不要让他在办公室乱跑，摔着怎么办？老板，那我先去忙了。去吧。这汤呀，一定要趁热喝。爸妈在国外陪奶奶疗养，心里可挂念你了。这不，让我来多看看你。爸，陈玉，我听环清说你侄子想去公司看看，那是你大哥留在世上唯一的骨血，你就不能对他上点心？公司事情多，有时间我会去。有事儿，永远都有事儿。你大哥像你这么大的时候，事业哪怕一般，他把家里上上下下打理的妥妥帖帖，对长辈孝顺，对环清体贴。你再看看你，现在还没结婚，人家环清又懂事又会照顾人。陈玉，我和你妈的意思你应该清楚，你大哥不在了，这个家不能散。环清是你最好的选择，你娶了她，家属有了完整的父亲，你有了知冷知热的人，这样我和你妈也能放心。爸，嫂子是大哥的妻子，她永远是霍家的人，我会照顾好家属。至于您说的那种关系，不可能。我有我自己的生活，也有我自己的打算。你自己的打算？什么打算？你是不是在外面认识什么不三不四的女人？我告诉你，霍晨玉，要是你大哥还在，我才懒得管你这些事儿。爸，公司还有事，我先挂了。陈玉，你也别怪爸，爸年纪大了就是爱操心。其实爸也跟我说过几次，让我多照顾照顾你。陈宇，你要是愿意，我随时都在的。这都什么跟什么呀？嫂子，爸的意思不代表我的意思。你是我嫂子，这个永远不会变。家叔，以后不能拿水枪乱刺人了，听见没有？乖，去找妈妈一起回去吧。嫂子，下午还有会，你的家属先回家吧。那行，你注意休息，汤记得喝。家树，我们走。史谦，在。你去找许特助，让他给你买身新的衣服。啊，谢谢老板。不过我这一身吹一下就可以了。好。你有什么想说的，就说吧。没什么，我就是觉得您嫂子还挺关心您的。时迁啊，时迁，你在说些什么呀？老板，他是我大哥的遗孀，我大哥去世以后，我父母希望他留在这个家里，他也希望稳固自己的位置，仅此而已。乐乐的事情迟早会让他们知道，你只需要做好你自己的事情，照顾好乐乐，其余的事和其余的人你都不用管。知道了，老板。去拿东西，咱们下班。这是临时要出差，赶紧收拾一下，半小时以后出发。好的，老板，我马上收拾东西。姐，霍总要出差了，还要带着时迁一起去。他们现在去？对，姐，这个助理职位本来应该是你的，要不是时迁抢了你的职位，现在跟霍总一起去出差的人就是表姐你了。那到时候出差这几天，岂不是又给了他接触霍总的机会？不行，我们得抓紧时间找到霍太太，把时间赶出公司。
怎么了？完了，宝宝饿了。现在高速上也不太方便停车。不能看，看了就完蛋了。谢谢。老板，今天大家就先休息吧，明天还要去山脉看看。好的。这次他们出的价格还是不错的。这儿倒是不错。啊，好，林总，今天看的差不多了，后续安排咱们明天再说。好，许德柱，在，去把车开过来，要开到这儿。好的，老板。老板，平底鞋，以后来山脉出差别穿高跟鞋。谢谢老板。穿个垫，脚后跟儿。我待会儿再填。I found that record you made yesterday. The one I've been searching for forever. 好了， I played that record 谢谢老板。 all night. You were right. 早点休息。合作愉快，合作愉快，霍总。送一下。林总，我送你。好，请。史谦，在。明天一起回家。喂，师姐，不好了，刚才奶奶打电话给我，问你肚子里的宝宝生了没？我奶奶和你奶奶准备一起来京市看望你和宝宝。你说什么？你拦住他们，不要让他们过来。他们身体又不好，不适合来回奔波。我拦不住啊！他们知道宝宝已经出生了，非常高兴，一定要过来。现在已经买好了机票，可能明天早上就到了。你就不能跟他们说，等我们有空了就带宝宝回去看他们吗？我和你现在这种状况，要是被他们知道了，心脏病复发怎么办？我能拦得住吗？总之你先快点过来找我，好歹把这次给糊弄过去。等扯了离婚证，再找个机会给两位老人家说清楚。得今天晚上就赶回去。等等，如果要带孩子，老板会答应我带着孩子回去吗？老板，有事？刚刚宋恒给我打电话，他说我奶奶和他奶奶马上要来京市看望我和宝宝，
我是我奶奶领养的，她是我唯一的亲人，而且奶奶有心脏病，我和宋恒的事情现在也不适合坦白，所以你打算怎么做？我想把宝宝带回去住几天，等奶奶放心了回去了，我再搬回来。所以你现在是告诉我，你要回去和宋恒住在一起？世谦，我不管你以前和宋恒是什么关系，也不管你们出于什么目的盗取了我的基因，但是现在你已经生下了乐乐，那就放心，我对你没有兴趣，让你住进我家是为了给孩子更好的照顾。你自己的事情跟我没有关系，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，不用跟我说。老板情绪怎么变化这么快？把宝宝带回去几天可以，但必须保证他的安全。那是肯定的，我肯定会照顾好宝宝，不会让他有危险。老板这关门的速度也太快了吧！他刚才是在生气吗？我又惹老板生气了。世谦，我不管你以前和宋恒是什么关系，也不管你们出于什么目的盗取了我的基因，但是现在你已经生下了乐乐，那就……老板该不会以为是我和宋恒一起盗取了他的基因，联合作案？刚才真是魔怔了，居然对世谦说这种话。我和他又不是真的夫妻关系。你还有事？他果然好生气。老板，把您牵扯进这件事情真的很抱歉。我不知道您为什么觉得是我调换了基因，但这个事情确实和我无关。他在给我解释。我说完了，您早点休息。这件事和他无关。你不过就是实话实说而已，那么紧张干嘛？要是不和宋恒住在一起，奶奶肯定会起疑心的。装监控。老板，那我先走了。好。走吧。是什么让我遇见了你？或许是种天意，让彼此兜兜转转依然亲密，乌云化成了雨，全都老板，我是不是打扰到你了？要不我把乐乐抱上楼吧？不用，你留在这就行。有一种强烈的感觉，和你的故事未完待续，等最好的结局。一切从遇见你开始，说不出所以然，让目光怎么感觉这个别墅有点空了？石小姐，屋内监控都安装好了，您可以随时查看。好的，谢谢。石谦，奶奶他们明天9点半的飞机，大概11点半到机场。我已经请好假了，明天我会去接他们。石谦，我和多多的事，对不起啊。不要再说这些没有意义的事，你只要按时跟我去民政局领离婚证就行。宋恒，
当初我是说做试管的时候，你知道你换的基因是谁的吗？对不起。所以你不知道孩子的亲生父亲是谁？世贤，对不起，那天我就是看到那有一份基因，好像是护士忘记拿了，我顺手就拿过来换掉了。我也不知道孩子的亲生父亲是谁。做试管婴儿是关系到一辈子的大事，随手拿的基因，孩子的亲生父亲如果是非常不堪的人怎么办？基因如果有问题怎么办？这些你想过没有？宝宝，你放心，妈妈会好好爱你的。喂，老板，石助理是吧？你家霍总喝醉了，你过来接一下。你们在哪儿？我们在夜色酒吧4楼407房间。好。你就是石谦吧？啊，这就是你们的宝宝吧？他们都知道宝宝的事情吗？我们是陈玉的朋友，从小一起长大，关系特别好的朋友。你不用害怕我们。这是我们给宝宝的见面礼，你就别客气了，收下吧。就算是霍陈玉他醒着，这个红包啊，我们照样还是要给的。那还是等他醒了再给吧。哎，你会开车吗？啊，行，那走吧，我带你去停车场，你开着他的车回家。石谦，石谦，这豪车开的也太胆战心惊了。先把宝宝放屋里，再来扶老板吧。老板，老板，幸好没醒，要是醒了发现我把你摔了，可不得把我开除了。霍总怎么又喝成这样？又？霍总酒量不是很好，偶尔应酬的时候会醉，但醉成这样还是第一次呢。老板酒量居然这么差。那石小姐，麻烦你先把霍总送到房间，我去给他熬点醒酒汤。好。哎，张嫂，哎，乐乐没有被吵醒吧？没呢，乐乐在婴儿房啊，睡得好好的。老板这边，这个是床。老板你小心点。老板，你是醒了吗？石谦，在。石小姐，醒酒汤好了。
小姐，来了。石小姐，您这是？哎，霍总怎么到地上了？张总，你来帮我一下。哎，好。小心，小心。张嫂，那霍总就交给你了。好，今天天色已经晚了，打车也不好打，司机也不在，你今天就住下吧。行，那霍总有什么情况，你及时跟我说。好。拜托拜托，摔了2次，可别摔出什么毛病了。没想到石小姐这么关心霍先生。别跳了，别跳了。昨天不是跟陆贞他们喝酒吗？怎么去他家里了？张嫂，张嫂，时迁，老板。哎呀，我还没洗漱完。他怎么在这儿？哎呦！昨晚真的回来了。张嫂，老板早。早，坐下来吃早饭吧。怎么，这些饭菜不合你胃口？没有没有。啊，对了，昨晚我是怎么回的家？昨晚您在夜色酒吧喝醉了，您朋友打电话让我去接你，我就带着宝宝去了。回来之后太晚了，不方便马上赶回去，我就先住了1晚。你带着宝宝一起来接的我？哎，那我昨天是不是在路上摔跤了？我怎么感觉浑身疼啊？对了，我回去之后呢，让人在家里安装了监控，我把监控的查看链接发给你。如果你担心宝宝的话，可以随时查看。卧室也装了？装个监控，这样晚上宝宝有什么事才好查看。好。你奶奶是今天到吧？对。老板，周1和周2我想请2天假，奶奶身体不太好，我想带她去医院检查一下，顺便多陪着他们。可以。谢谢老板。待会回去的时候让月嫂陪你回去，好照顾你和乐乐。不用了。公司很多人都认识张嫂，宋恒上次来公司食堂，说不定也看见了。这要是被人看见张嫂跟我单独待在一起，肯定会被人恶意揣测的。是什么意思？
不是张嫂，是新的月嫂。待会儿我让她过来跟你对接。没想到老板早就考虑好了。关姐，我们家的情况你清楚吗？石小姐，你放心吧，我们高级月嫂都是有职业道德的。雇主的事情我们不会过多打听，也不会多嘴，我们会照顾好孩子的。宋先生您好，我是石小姐给宝宝请的月嫂，我叫关月。你好。啊，两个奶奶快到机场了。关姐，那孩子就交给你了，我跟他去见奶奶。哎，交给我吧。哦，乖啊。哎呦，小宝贝儿真乖呀！奶奶看看，来看看奶奶，别老看你妈呀！啊，哎呦，这孩子跟芊芊小时候像。生得真好，长大了一定很聪明。Q2 营收总额对比上一季度增长了50%。怎么停了？继续啊！增长了50%，已经超越了咱们去年所创造的峰值。可以说呀，在霍总的带领下，咱们集团啊是再创新高。知道了，散会。那怎么下回去？怎么回事啊，芊芊？之前霍总开会可严厉了，搞得我们一句话都不敢说错，生怕挨骂。今天真奇怪呀，咋一直看手机？不知道啊，刚才我汇报的时候说错了个小数点，霍总都没发现。幸好他没发现，不然啊，肯定会骂得狗血淋头。17呢？哎呦，像谁呀？单独在一起吗？你等下在奶奶面前表现好一点。菜齐了。芊芊，我听阿恒说，你已经回去工作了。啊，芊芊，你们老板怎么这样啊？奶奶之前住院的时候，听旁边病床的刘老太说，她孙女生孩子的时候，都给半年的产假呢。你才休了2个多月，你们老板也太小气了。老板这时候不会看监控吧？才休了2个多月，你们老板也太小气了。是啊，芊芊，你们老板就是周扒皮的周扒皮，太压榨工人了。你现在去上班，怎么喂奶啊？奶奶，你们放心好了，我已经提前把奶吸出来了，这样等宝宝饿的时候，就可以把我提前准备的奶喂一下了。这怎么行？怎么能将奶提前吸出来呢？委屈你了，一个人在外面打拼，还摊上这么个老板。奶奶，不是的，霍总其实对我很好的。哼，有什么好的？资本家都是吸血鬼，是吧？真的不是的，奶奶，霍总其实要给我延长产假，是我自己不想休假，所以提前回去工作。谢谢，让你可以延长产假。好了，我们不说这个了，快吃饭吧，等会该凉了。来，奶奶你最爱的。怎么觉得事情怪怪的？霍总看了一上午视频，居然是石小姐和宝宝在家的监控。许特助，哎，进门不敲门是什么习惯？下午有什么行程？啊，今天下午的原定计划是要和沈总面签合同，可是因为台风的原因，沈总的航班延误了，于是日期就挪到了下周。明天的行程，明天上午有一个视察。那你今天下午先放假。是。
吗？去健身吗？陈玉，你受什么刺激了？时速20啊，跑这么快？陈玉，心情那么不好，是不是跟那个时迁有关系啊？陈玉，你不会真打算和时迁一起养孩子吧？你不是说这个孩子极有可能是时迁和他前夫设计你才有的吗？哎，其实我觉得吧，这个孩子又不是你们那样得来的，只是意外而已。再说了，孩子养不放，喜欢的话，大不了就换了呗。你们先练，我先走了。哎，这就走了？这么快？再练会儿呗。要不喝点儿？换衣服。都1天多了，你到底什么时候回来？哎呀，乖不乖呀？多多，再等等，奶奶他们后天就回去了，到时候我就来找你。都有老人搬过来，那时迁和宋恒晚上岂不是要跟以前一样睡在一起？奶奶，宋奶奶，明天带你们出去逛逛，吃吃这边的特色菜。在外面吃，价格肯定很贵吧？奶奶，我们挣钱就是为了孝敬你们，就听芊芊的吧。好，听你们的。宋恒，我腿好像骨折了。奶奶，我姑子还有事，我先走了啊。喂，对不起啊，我不是故意留你一个人在家照顾奶奶们的。你不用道歉，但多多，奶奶这边我会照顾好的。你放心，说了明天要陪奶奶吃饭，我肯定来。奶奶，你怎么这么晚还没睡啊？芊芊，你是不是和阿恒闹矛盾了？我总觉得你们俩之间有问题。您别担心这么多了，我是个成年人了。要真有什么事，我一定告诉你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好。对了，我听说大公司的老板都爱压榨人，你们老板到底怎么样？你可别为了宽奶奶的心就骗我。我老板真挺好的，您快去休息吧。现在晚上，时迁今天晚上和宋恒睡在同一张床上吗？时迁和宋恒在一起干什么，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奶奶，宋奶奶，等会儿我们就去那边的商场吃饭。芊芊，这都快中午了，宋恒怎么还没来呢？奶奶，你们等我一下，我去给他打个电话。您好，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，请稍后再拨。我操！我操！这男人看着来头不一般呐，芊芊居然认识。芊芊，这就是2位奶奶。哦，郭总，这位是我奶奶，她从小把我养大的。
这位是宋奶奶，我丈夫的奶奶。宋奶奶，施奶奶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奶奶，霍总是我的老板。施奶奶，你好，我叫霍晨玉。哎，你好，你好。这么认真的自我介绍吗？小伙子，芊芊在你们公司工作，没有给你们添麻烦吧？施奶奶，石芊在公司表现得很好，我交代她的事情也都完成。我们芊芊呀，从小就很聪明，也很乖巧。她刚上学的时候，拿了不少奖状回来呢。老板，您来这边视察工作吗？算是吧。你们今天就在这玩？啊，我们等会儿要去那边的商场吃饭。既然如此，那今天中午的饭我来安排吧。不用啊。没事。施奶奶，你们有没有什么喜欢吃的？我来安排。老板，真的不用了。你平时工作这么辛苦，你奶奶一个人留在西市，现在好不容易来了京市，我更得安排好啊。小伙子，你怎么知道我家住哪儿啊？我知道，我们都有员工的资料。原来是这样啊。小戴，霍总，商场有没有适合老年人吃清淡一点的菜？有的，我们购物中心啊，什么都有。我这就带您过去，你跟我来。二位奶奶，这边请。霍总，你们先在这儿休息一会儿，我马上叫人安排饭菜。好。这么有礼貌的小伙子，看来是个不错的老板。小伙子，我们家芊芊在公司和同事关系怎么样啊？你交代的事儿，她都有认真完成吧？奶奶呀，你放心吧，奶奶。芊芊呢，在公司交到了很多好朋友，我交代她完成的事都完成的特别好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老板今天怎么怪怪的？霍总，这是特意吩咐后厨给您准备的。二位奶奶，这些呢都是后厨刚做的饭菜，你们要觉得不合胃口，我让后厨再给你们换一批。这些菜怎么不是用奶奶平时喜欢的食材做的？奶奶，尝尝看。好，好，好。不好意思，我来晚了。不好意思，侯总，我没拦住。他说他是……没关系，不就是夹副碗筷吗？哎，徐特助，这房间里的人到底是谁呀？霍总对他居然这么小心。以后你就知道了，未来的老板娘。阿豪，你可算来了。你呀，要不是我打电话催你，恐怕一门心思全扑在工作上了。大家快点吃饭吧，趁热吃，别凉了。师姐，你们老板怎么会请你吃饭啊？来，奶奶，再尝尝，尝这个。好，好，好。老板，你也吃吃。你也吃，多吃点儿，吃饱了才能健健康康、平安幸福。谢谢奶奶，您再吃点。芊芊，你也吃。谢谢老板。怕你们待会儿回家不方便，我安排了司机送你们回去。谢谢你啊，小霍，真是贴心。多大点事儿，来这边。看来我们芊芊很得他们老板器重啊，简直面面俱到，哪里都安排到位了，非常周到啊。我这心呀也是放下了，就是怕芊芊工作有什么问题。老板，谢谢您，我明天就回家，回公司上班。
没事，你先上床陪奶奶。快，去吧去吧。时迁，怎么了？时迁，霍总，我是说霍晨玉，你有没有觉得他对你太好了？他不会发现什么？这和你有什么关系？时迁，你刚休完产假，怎么会突然升职啊？我紧张什么？宋恒就算知道了宝宝和霍晨玉的关系，与你无关。喂，宋恒，你怎么还没回来？你不是说吃个饭就回来吗？你是不是还想回到石谦身边？瞎说什么？马上回来。宋恒又上班去了。芊芊，如果宋恒有什么对不住你的地方，一定要告诉我。他虽然是我的孙子，但是奶奶还是心疼你。我知道的，奶奶，您放心吧。那奶奶先去歇一会儿啊。芊芊，你们老板对员工都这么体贴吗？对啊，我们公司福利很好的，老板一直都很体恤员工。吓死我了！我以为你们老板对你这么体贴，是有意思，要追你呢。奶奶，你胡说什么呀？老板，你可千万别这个时候看监控啊！霍先生，怎么了？石小姐和乐乐是明天回来吗？我好给营养师那边通个话。是，明天回来。看来霍先生也很期待石小姐和乐乐回来呢。您今天看起来心情也好了不少。哎，对了，你别忘了把石小姐和乐乐的房间打扫干净。好嘞。不就去吃个饭吗？至于要这么久？宋恒，你告诉我，你是不是对石谦还有感情？行了，我这不是回来了吗？那你昨天还骗我是骨折呢？所以你就怪我是吗？宋恒，你觉得我耽误你和石谦晚上一起睡了？行，那你就去找他吧，别再来找我了。多多，他怎么配和你比？这两天要不是因为奶奶，我怎么会和他缠在一起？你放心，奶奶明天就走了，到时候我天天陪着你，给你买个包，好不好？这还差不多。霍先生，石小姐回来了。老板，怎么样？奶奶的检查结果还好吗？老板居然还会关心奶奶的事。老板，都挺好的，医生说只要不受刺激，平时应该没什么问题。那就行。如果你需要帮助的话，随时可以跟我说。谢谢霍总。乐乐睡得真香，乖。老板好像真的很喜欢这个孩子。睡着了。老板，要是没什么事的话，我先上楼休息了。好。
真是奇怪，今天睡意怎么这么早？难道是因为这7位数的床垫？你干嘛？ Found that record you've been looking for yesterday. The one I've been searching for forever. I played that record all night. You were right. The last song said it all.世谦，你怎么能做这种人？对面还是那个大魔王老板。老板，早上好。早上好。自己触感可真好，也不知道现实到底有没有那么好。 世谦，在。你很热吗？有一点。愣着干嘛？赶紧吃早饭啊！啊。对了，待会换身常服，陪我去拜访一位老先生。好的，老板。拜访一位老先生。 所以要见的是一位老人，见一位老先生穿什么衣服？老板，我这一身可以吗？哦，张嫂，哎，早上的早餐还是之前的营养师团队做的吗？啊，不是的，是霍总看你最近食量变小了。 重新请了一个营养师团队。老板，其实不用这么。也不光是为你，你现在在哺乳期，保证身体健康，才能产出更健康的母乳，这样宝宝也更好。哦，世谦啊，世谦，怎么自作多情了？ 霍先生，这边请，陈老一直在等你。陈老，霍先生来了。小霍来了，快坐。哎，坐。 你帮我看看这块石头到底是不是真的？一看这红翡，这条锦鲤也太活灵活现了吧！这块石头看起来像是真的，是吧？我看了很久了，感觉就是真的。这条锦鲤也太不可思议了！玩石头这么多年，以前听都没有听过这种，没想到老了居然还能遇见。你这块石头是从哪儿得来的？ 进来的时候应该看到了吧？就是那个小伙子叫宋恒，他老板让他送过来的。他们想跟我谈笔交易。什么交易啊？霍总，我在外面等你。世谦，你又搬家了？ 离婚冷静期快到了，你记得到时候跟我去民政局领离婚证。多多每次都胡搅蛮缠，不像世谦，每次都温柔体谅。要是2个都能，
世谦，你刚生完孩子，还在哺乳期，我们现在离婚不太合适。婚姻这种事，既然想离，我劝你最好快点。老板竟然会亲自跟宋恒谈离婚的事情。霍总好像对时迁很特别啊。你想多了。时迁，在。宋先生，陈老说这个礼物太贵重了，烦请您带回去。宋先生，还是烦请您带回去。若是不方便，陈老会亲自送还。这个宋恒是霍晨玉助理的丈夫啊，听着好像是啊。我就说刚才怎么叫我把那块玉石还回去，还说要给我送块更好的过来。感情还是因为人呢。人？你见过哪个老板管自己异性员工私生活的？哦，你放心，我对你没有兴趣。让你住进我家，是为了给孩子更好的照顾。霍总应该是为了宝宝才这么做的吧？毕竟他那么优秀，怎么可能看得上？子谦，在。他如果不愿意离婚，你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，强制离婚。如果你需要帮助的话，公司法务可以随时给你提供帮助。可以是可以，但我怕他不同意的话，我们闹起来，闹大了让奶奶们知道了。他奶奶也有心脏病，他应该不敢让他奶奶知道这件事情。我不敢赌。不过您放心，我一定会和他离婚的。这个气氛怎么觉得更不对劲？姐，时迁和霍总回来了，他不就是仗着自己刚刚生了孩子，所以才借机上位？其实霍总提拔时迁根本不是为了什么助理，只是想让时迁做小太子的奶妈而已。奶妈？有人看见他给小太子喂奶了？不知道。反正大家都是这么猜测的。我知道了，以后办公室里还有什么消息，记得第一时间告诉我。表姐，你不是在打探霍太太的消息吗？还是没有收获吗？这霍太太也是够神秘的。行了，你先回去吧。奶妈，要是让霍太太知道时迁利用哺乳期勾引霍总的消息。倩倩，不好了，公司里有很多人在小群里说你坏话，说你是靠给小太子当才升职的。妹妹，你手机借我用一下。我就说时迁怎么那么好运，居然休完产假就升职，原来是这样。搞了半天，时迁就是个靠身体上位的，只是和传统意义上的不一样。我刚才让男朋友查了下，最先造谣的小号不出意外的话，应该就是许多多。谢谢，我知道了，你帮我截个图发给我。石小姐，待会儿午休结束，你记得去秘书处收起文件。时迁，你很不要脸，你自己知道吗？利用自己哺乳期的身份勾引霍总的感觉怎么样？是不是很爽？你这么爽，宋红知道吗？你说我要是告诉他，你敢打我！怎么回事？姐，
谁在那打我？之谦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许多多，你知道按照公司章程，造谣诽谤同事是什么后果？什么？辞退。之谦，多多不过是随便说了几句话而已，你没必要这样上纲上线吧？我今天就非要上纲上线，刚刚说的所有话我都录下来，我现在就去人事部把这些文件发过去，交给人事部处理。之谦，你这么着急处理多多，是在心虚什么？如果事情的真相不是多多说的那样，你到底在害怕什么？副秘书长也想和许多多一样造谣吗？我不是那意思。姐，我不会真的被辞退吗？我只是和时间吵了一架而已。你也是蠢，居然还被发现。我帮你想想办法。老板，你要的文件。怎么去了这么久？一些事耽搁了。赵部长，我刚给您发送了一份录音文件，还有一些聊天记录的截图，是有关秘书部的员工许多多恶意造谣的事情，麻烦您处理一下，谢谢。利用自己哺乳期的身份勾引霍总的感觉怎么样？居然造谣到霍总身上，行，还是得赶紧上门让霍总亲自处理这件事。霍总，这是人事部赵部长传来的文件，要您看一下。时谦，在。你刚才去人事部了？您都知道了。我觉得我没有做错，我没有勾引你，我们也不是那种关系。许多多没有证据，他就是在造谣诽谤。没有勾引，我在他眼里是一点魅力都没有吗？怎么一点回应都没有？到底是认可还是不认可？按照合同规章办。芊芊，告诉你个好消息，许多多被辞退了。走走走，我们去吃火锅庆祝。老板同意了。丽美，霍总那边是你去告状的，对不对？公司一般不会关注这种小事的。怎么，有些人敢做不敢认啊？诗倩，我劝你现在马上去跟霍总说，让我回去上班，否则我一定会把你勾引霍总的事情告诉太太。太太，没错，霍太太。诗倩，你跟宋恒才离婚不久，转头就勾搭上了霍总，还要不要脸？你说我要是把这事告诉宋恒，你以后还有脸见他？宋恒，芊芊，那不是你老公吗？怎么和许多多扯上关系了？好啊，你最好马上回去告诉他，然后跟他说下周3就是领离婚证的日子。我们走。姐，这事难道就这么算了？时间如果不让他们撤销惩罚，那我岂不是要失恋了？你去求他们也没用，他们是不会让公司撤销惩罚的。姐，别着急，既然公司要开除你，你干脆就先回去。等回去之后，你专心的去查一下，看看霍总的太太是谁，到时候你再跟太太求就行。姐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抓住石倩的把柄，然后把她勾引霍总的消息告诉霍太太。就这些。好的。问吧，芊芊，许多多怎么和宋恒认识的？对对，听他那语气，好像他们关系就不一般，会不会真的影响你和宋恒啊？我申请自由陈述时间，无打扰。就是这样。所以说你生的宝宝是霍总的，霍总的宝宝是你生的。这段时间霍总带来风湿的宝宝是我们可爱的小乐乐。
是宋恒亲手换的基因，他把南方的基因换成了别的男人的基因。所以也就是说，那个许多多是小三？那你还敢这么嚣张？哎呦，咱们去揍他！哎呀，你们俩别气了，算了，反正我跟宋恒离婚之后，跟他们就没有关系了。怎么没关系啊？你的大好青春可是被他们给耽误了。要不是霍总，不过霍总真的很帅啊，而且超多金，人也洁身自好。他居然是宝宝的亲生父亲，这也太巧了吧？那你们以后打算怎么办？不知道，霍总就说让我尽到一个母亲的责任就好。那你跟霍总现在是住在一起吗？天哪，芊芊，那你们不会日久生情吗？郎才女貌，这么一看，你们俩很登对嘛。你可别胡说，锅开了，快吃饭。行，服务员，再来3瓶啤酒，咱们好好庆祝下许多多被辞退。干杯！他酒量这么差的吗？那咱们是不是得把他送回家？霍总家？琪琪，你别吓我，这大半夜的会把人给吓死的。那芊芊晚上不回家住，霍总会不会担心啊？霍总担心芊芊？我怎么感觉有点不太真实呢？霍总，结果我害怕。时间你。喂，霍总，我是秘书部的张琪琪。芊芊现在喝醉了，在火锅店。他喝醉了？喝得很醉，现在估计回不去。您这么晚给他打电话，是有什么事情吗？地址给我。青年路边李记火锅店。霍总再见。琪琪，你太牛了！你是怎么做到的？这么冷静的和霍总对话，我刚才心都要跳出来了，你知道吗？我的手不受控制。霍总真的要来，如果今天真的跟霍总在一起的话，芊芊现在喝成这样，那我们会被赶出公司吧？完犊子了！我们才刚知道芊芊跟霍总的小秘密，这下要犯大忌了。李美张琪琪，喝了多少？1碗。1碗。来的。1碗醪糟汤圆。时间。不在。老霍。时间，你喝多了，我送你回家。急什么？坐。给你们介绍一下，我娃的亲爹。这醉得真不轻。他们俩呢，是我在公司最好的朋友，美美、琪琪。怎么回事啊，老霍？你也不给他们介绍一下你自己？二位好，我是他娃的亲爹霍晨玉。我板居然说你好。霍总好。坐下。不知道你们2位吃饱没有？要没吃饱，我再给你们点点。点？怎么不点？你刚刚那个舍不得点那个吊龙，多来几个。他大资本家，这么一点点钱吃不穷的。服务员。服务员。都上一份，拿得快点。好的，稍等。霍总，其实不用点这么多的。点？怎么不点？我们平时给大魔王当牛做马的，认真赚钱，他花点辛苦费犒劳一下我们，不应该吗？不应该吗，老霍？应该。芊芊呢？原来你醉酒后这么勇吗？
老花，你长得真帅，宝宝像你以后也一定很帅。二位，今天呢，谢谢你们照顾的芊芊，给你们添麻烦了。不，单我已经买好了，另外给你们充了点卡，你们平时想吃的时候随时过来。拿着，就当是大魔王给你们的辛苦费。谢谢老板。谢谢。走。我没做梦吧？我没出现幻觉吧？我还是幻听了？不是做梦，今天真是出息了。刚刚居然是被霍总抛着走的。不过我真是觉得霍总对咱们芊芊感觉不一般。英雄所见略同。施小姐怎么喝这么多酒啊？霍先生，要不还是我来吧，免得一会儿他吐了，吐到您身上就不好了。不用啊。霍先生不是有洁癖吗？对了，醒酒汤做好了吗？好了好了，我这就去盛。等老太太回来看见，肯定很高兴。霍先生，醒酒汤熬好了。我来吧。真的是。用美着去了解周的明媚，却仍不可能再向下坠。我这耀眼的翅膀，却换成无法下坠反方向的铁轨。师姐，你刚才说的话是真的吗？说话，喜欢我？是真话。 Keeping my breath when snow kissed, they only twist and hold me. 离婚证还没正式领呢，我怎么真让大老板成小三了？跑什么？我没跑。师姐，我昨晚跟你说的话都是认真的，我想跟你在一起，不只是因为乐乐。在一起？怎么了？不行。你又去哪里鬼混了？还带着这样一身酒气，中午才回来。说
说了，应酬。应酬？你昨天晚上电话不接，消息不回，你现在跟我说是应酬？宋恒，你是不是又去找时迁了？你是不是心里还是放不下他？你能不能像时迁一样懂事点？他从来不会无理取闹，哪像你，事事都要审我，我不是你的犯人。你现在是觉得我不如他了？宋恒，你当初是怎么跟我说的？你说他木讷无趣，只有我才能懂你，现在拿他来逼我了。多多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就是太累了。你知道时迁现在在干什么吗？他天天跟在霍晨玉屁股后面转，公司里都传遍了，说他勾引霍。你以为他还是那个在家里等你的乖巧贤妻？他早就攀上高枝了。你说什么？霍晨玉把他调到自己办公室当助理，走哪儿带哪儿。你以为他多干净？芊芊，你快掐我下，我没做梦吧？我昨天真的没看错吧？你竟然是被霍总抱走的！你小声点吧，你快喊得全公司的人都听见了。完全科幻片。我今天早上起来还拉肚子了，果然大魔王请吃的饭，我等凡人消受不起。昨天疯狂点菜的时候，没见你消受不起呀、吃你的吧！哎，芊芊，我甚至有种错觉，你知道吗？昨天霍总那个劲儿特别像什么？哦，对，讨好小丈母娘的闺蜜夫。哎呀，别瞎说了。对了，芊芊，你都不知道你昨天醉了后说话有多肆无忌惮，霍总竟然还真的乖乖照做了。芊芊，你们结婚的时候记得给我带盒喜糖，让我也尝尝老板和老板娘的糖。哎呀，快别瞎说了，别瞎说。来，哎，小没良心！怎么，我没说错啊？我把他照顾得这么好，每次一见到你，他就黏着你，难道不是小没良心吗？宝宝现在还小，他黏着妈妈是本能，等他长大了，感知到你对他的好，肯定会越来越喜欢你的。那要是长大了还是更黏你怎么办？那霍总还要再努力讨你儿子欢心喽。霍总，您邀请的客人到了，让他们进来。好的。客人？婚纱设计师。婚纱？啊，后边还有珠宝设计和婚礼策划。等等，这都什么跟什么呀？这都是在为我们的婚礼做打算。婚礼？当然要有婚礼，我可没有隐婚的打算。可是……没有可是，这可是我们的人生大事。霍先生、石小姐，你们好，我叫露娜，是本次婚礼的主纱设计师。这是我们婚礼的样册，二位可以看一下。石小姐，我们来量一下尺寸吧。好，那新娘间。石小姐平时有什么偏爱的风格吗？我们这里有一字肩，还有抹胸，还有长袖。哦，对，拖尾的话，长度有什么要求吗？简约一点，不用太繁琐。主纱就缎面加蕾丝的，裙摆要3层，头纱要长。敬酒服的话，它锁骨好看，就要露肩的。好，没问题。你什么时候对敬酒服都这么有研究了？早看过了，礼服、晨袍、敬酒服，还有送客服，10套衣服，你慢慢挑，不急。听起来是个大活。那当然。霍先生，霍太太，这枚粉钻是上月刚从佳士得日内瓦竞拍得来，全球仅此一枚。真是罪恶的资本家。这套红宝石项链是霍先生3年前从香港苏富比拍下的，当年估价就得过亿，现在至少翻了3倍。结婚当天就戴粉钻，敬酒呢换成红宝，剩下的呀你可以平时戴。你要是不喜欢，我让他们下个月再从巴黎空运一批。
老板，你这是要把几家珠宝行的库存全都搬空啊？你要是觉得还不够，我就让他们把拍卖行的图录全都送过来，你画圈，我买单。这会不会太夸张了？夸张？那你是不知道我奶奶要是见到你能有多夸张。奶奶？去吧。奶奶呢，一直在国外的养老院，我已经打电话给她说了我们的事情。估计现在啊，应该坐着私人飞机，在回来见她孙媳妇的路上。孙媳妇？什么孙媳妇？那我是我奶奶的孙子，你是我媳妇儿，难道不是孙媳妇儿的吗？是，说的都对。你放心，奶奶呢一定会很喜欢你的。我只是担心我爸妈，我怕他们会说一些难听的话。我明白的。有你真好。陈玉，我的孙媳妇在哪儿？快让我看看。奶奶，爸妈，这是小千。这就是小千啊，果然长得标致。陈玉这小子总算开窍了。奶奶好。好。伯父伯母好。奶奶在国外，就听陈玉说了你们的事儿。本来我心里还有些不放心，今天见到真人，我心里这块石头就落地了。哎呀，来，走。奶奶有好东西给你。这手镯跟了我40年，是奶奶当年嫁进霍家时太婆婆传下来的，今天给你了。奶奶，这太贵重了，我不能收。给你就拿着，这是霍家长媳的传家镯，你不戴谁戴？拿着。小千是吧？这是我和你爸的一点心意。谢谢伯父伯母。芊芊，奶奶还给你准备2张卡，一张是国内的通用黑金卡，无限额随便刷。另外一张是瑞士账户的附属卡，月限额我让设了1000万，不够再调。1000万，每个月？回头啊，让陈玉再给你开个信托，每年分红直接打你账户，省得你啊开口问他要钱，看他脸色。我什么时候让他看脸色？你闭嘴，这里没有你说话的份儿。谢谢奶奶。说什么来着？奶奶比我夸张多了吧？臭小子！老夫人，大少奶奶来了。我们才下飞机不久，怎么就知道来这一招了？奶奶，听说您回来了，我赶紧就带着家属过来了。我们之前是不是在陈玉办公室里见过？没想到你比我想的有野心多了。小叔，你看我的薪水箱。家树乖，别打扰你小叔。妈，你看家树，长得越来越像他爸爸。长得像他爸是好事儿，但孩子还是要有规矩。家叔，把你水枪收起来，这是家里，不是游乐场。你和陈玉的婚礼准备的差不多了吧？传家镯，咱们霍家的婚事一定要办得风风光光的。妈，婚事不急，陈玉现在应该以事业为重。是啊，妈。再说欢妻和家属的事还没完全定下来，这家里大大小小的事都得从长计议。什么叫从长计议？陈玉都快30岁，好不容易有个喜欢的姑娘，你们作为家长不说支持，反倒泼冷水。奶奶，你不能这样对我和家属啊！欢妻啊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快起来！妈，我知道我配不上陈玉，可家属还小，他不能没有爸爸呀。大哥走的时候，你和爸答应过我，要好好照顾我和家属。可现在陈玉要娶了别人，我和家属以后可怎么办呀？我说过很多次，家属和大嫂永远是霍家人，我也答应了大哥会好好照顾你。这和我娶石倩有什么关系？我要爸爸，我要小叔做我爸爸。家属乖。陈玉，你就听妈一句劝吧，
你大嫂这么多年不容易，你总不能让她和家树寒了心。是啊，陈宇，你大嫂说的没错，家树还小，你大哥走了，这家必须撑起来。要是执意娶这个女人，对得起你大哥吗？你们都给我闭嘴！你们这是做什么？是逼婚吗？陈玉他愿意娶谁，这是他的自由，你们凭什么给他做决定？妈，我是他爸，我也是为他好啊。是啊，妈，我们对这个女人都不太了解，你别被骗了。大嫂，你先起来。家树还小，你这样跪着他会害怕的。伯父伯母，我知道你们不喜欢我，觉得我配不上霍家，但我想问一句，你们口口声声为了这个家，可你们有没有想，这样逼陈玉他真的快乐？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，有自己的感情和自己的选择。大哥不在了，这是所有人都不愿意看到的悲剧。但陈玉没有欠大哥什么，他没有义务把自己的一生搭在一个不爱的人身上。他是你们儿子，不是你们用来维持家族颜面的工具。大嫂，家树需要的不是一个被迫认父的小叔，而是一个真正爱他、愿意陪伴他成长的人。你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陈玉身上，这对家树真的公平？还有，我的确没权没势，但我也从来没有想要依附霍家，我只是想和我爱的人一起好好过日子。爸，妈，我最后说一句，石谦是我认定的妻子，这一点永远都不会变。好，小倩，你说的对，陈玉是一个人，不是棋子。你能站出来为他说话，说明你值得他珍惜。你们看看，一个小姑娘都懂得这些道理，你们作为父母，还要我这老太婆来教你们吗？传家镯子我给了你，就是认定了你。谁要是在后面说三道四，就给我搬出霍家去！妈妈，你别哭了，小婶说的对。这下好了，清静了，你别理那两个老顽固。奶奶给你做主，婚礼的事儿咱们好好的商量商量。谢谢奶奶。老板，这份文件需要签一下。今天晚上有个饭局，许特助在外地出差，你就陪我一起去吧。好。怎么了？老板，我应该只是以你助理的身份参加吧？他们都是我们未来婚礼上的宾客，你的身份他们迟早会知道。可是我还没准备好。行，就先以助理的身份。I'm slowing down to you, baby. 내게 하고 싶은 말들이 너무 많은데 하지 뭐.哎，霍总，这边请。来，石青。石青，你现在是24小时都跟着霍晨玉了，连饭局都要带着你。小金，过来！这位是华联的金老板，据说陈老的事情你阻止了一次，他不知道哪里得罪了你，特意想来找你赔个罪。谈不上得罪，只是我有更好的想送给陈玉。请。石谦，在。你到我身边来。这位是？这是我的助理石谦小姐。啊，来，石助理，坐这里。咱们俩换一下。
霍总，不用了，我坐这儿就挺好的。让你换就换。那不是最生气吗？这个主意是什么来的？为什么霍总愿意主动将位置让给他？霍总，石小姐做上位好像是不太合适，要不您做上位，我跟石小姐换一下也行。不用，我觉得这样挺好。看来这个主意来头不小，以后得多跟这个石小姐搞好关系。这样的话，我们跟霍氏集团合作，岂不是更方便？石小姐是第一次跟霍总一起出来应酬吧？啊，不知道石小姐喜欢吃什么？要是有什么特别喜欢吃的菜，直接跟我们说，我们直接下单。哎，不用客气。哎，对，石小姐要是有什么喜欢的，就跟我们说。我们虽然没有霍总那么厉害，但是请石小姐吃顿饭还是可以的。哎，对，喜欢什么就点。啊，石小姐啊，她喜欢喝橙汁啊。师姐，你现在真是出息了！放开我！师姐，我以前真是小看你了，我一直以为你是一个本分的女人，结果呢，刚生完小孩就爬上老板的床，天天在他屁股后面转，连饭局都带着你，连主位都敢做了。我不想跟你废话。师姐，告诉我，冷静期结束那天不到场，这个婚你就离不了。想离了我去攀上霍晨玉那棵大树，你做梦！宋豪，你这样有意思吗？你和许多多的事情我已经不计较了，我只要你按时到民政局，咱们好聚好散。好聚好散？你勾搭上霍晨玉的时候，怎么不想着好聚好散？师姐，你早就想把我甩了，对吧？你胡说八道什么？孩子的事只是个借口，你就是想借机攀上霍家的大门吧？师姐啊，师姐，我以前怎么不知道？真不愿意犯贱呢！霍晨玉都是有老婆的人了，你还愿意自甘下贱？宋恒，你自己出轨，自己把孩子的基因换掉了，还把责任推到我头上。师姐，霍晨玉是什么人？你觉得他会跟你好好过日子吗？他那种人玩腻了就把你甩了。师姐，相信我。放开我！师姐，松开他！霍总，时间是我的妻子，我们现在还没离婚成功呢。您再怎么神通广大，也不能管我的家事吧？那我告诉你，是孩子的亲生父亲。什么？就是字面意思，你调换的基因是我的。这是怎么了？秦总，看来你还是不太能管得住你手下的员工。哪里惹霍总不满意了？快道歉！你既然辜负了事情，我希望离婚冷静期到的那天，你能按时到民政局，给我出手。金老板，你不是问我为什么来的这吗？你好好问。是员工。好，最好给我解释清楚，霍总那句话是什么意思？我和霍总有点私人矛盾。私人矛盾？你知道霍晨玉是什么样的人吗？他一句话就能让我公司破产！他妈的，给我闯了多大的祸！滚！如果我不处理你，也转头就能让我公司破产！老板，你要干什么？明天开始不用来公司了，补偿金按最低标准走。如果霍总那边还不满意，不排除对你追究公司的名誉和经济损失。你怎么才回来？你知不知道我等你等的？
这是什么表情？发生什么事儿？宋河，你到底怎么了？你说话呀！什么？开除？为什么？我换的那份基因是霍晨玉的。什么？那孩子是霍晨玉的？我亲手把霍晨玉的基因放进了时间的试管，当时明明以为那是个没人要的样本，结果偏偏是他的。霍晨玉的基因。宋河，你不是说那基因样本是没人要的？宋河，你脑子里到底装的什么？我当时还不是为了你。多多，我现在什么都没了，工作也没了，技能版可能还会追究我的责任，霍晨玉那边就更不要想了。那你打算怎么办？你什么意思？你不跟我一起想办法吗？我当初跟你在一起，是因为你有前途，年薪100万。现在你连工作都没有，以后还要被霍氏集团盯上，你是想让我跟你一起喝西北风吗？你说这话，你是认真的吗？我只是实话实说。你先把你的事解决了再说吧。还有，明天就从我这里搬出去。两位新人来看镜头。3、2、1，茄子。爸，吃饭去。等等。你的，你的，我的结婚伴手礼。哇，这伴手礼拿出去够抵我1个月工资了。倩倩，你也太够意思了吧！嘘，低调啊，婚礼的事情还没公布呢。哟，这不是石助理吗？石倩，你不过是靠着肚子里的意外给霍总生了个儿子，还真以为自己能飞上枝头当凤凰？霍家是什么门第？你一个离过婚的女人，还想踏进霍家大门？我劝你呀，趁早认清现实，别到时候竹篮打水一场空，连现在的饭碗都保不住。谢谢你啊，陆秘书长，心里有数。各位同事们，打扰一下，霍总特意交代，提前给大家送个喜讯，下个月咱霍氏集团总裁大婚，这是给大家提前准备的伴手礼和喜糖，人人有份，大家都来沾沾喜气儿。看这么早，李美，你那个礼盒怎么和霍总发的一模一样？你们是怎么提前拿到的？那当然了，这个是新娘好友特供版，正主给的。新娘？石助理，李美说的正主，该不会就是你吧？你要跟霍总结婚？对啊。对了，夫人，霍总还说在楼上等您一起吃午饭呢。好，知道了。老板娘，什么啊，陆秘书长，等会儿记得领一份伴手礼啊。霍总的夫人居然是石倩，这藏的也太深了吧！我就说霍总为什么把她调到自己办公室，原来人家本来就是老板娘。老板，你给全公司发伴手礼之前，怎么也不和我商量一下？我跟你说了呀，昨天晚上的时候。啊？我怎么没听见啊？昨天晚上说我给同事送点东西，你说我以为你答应了。那我不知道你说的是这个。我今天啊，专门偷偷的给李美和琪琪送的，就是不想太高调。结果你倒好，直接全公司人手一份。我这个老板娘的身份啊，就跟在脑门上贴了公告一样。不知道，刚刚我一路走过来，从保安到保洁全都跟我说：“老板，石小姐，恭喜啊！”谢谢啊，云姐。
霍太太，休个产假回来成了老板娘，这有什么可争？你要提前适应。好，说不过啊，还有，现在还叫老板，得叫老公。我的天哪，倩倩，你今天简直太美了！这婚纱，这头纱，还有这珠宝，顾总这是把整个珠宝店都给你搬来了吗？你看到刚刚那个送客礼服了吗？那上面全是手工刺绣，让我一摸，那触感，我都不敢问价格。帮我摸摸看，我手心是不是出汗了？我好紧张啊！别紧张，人家霍总亲口说过了，我改主意了，你是被表白的那个，该紧张的是他。没想到你们接受我和你的事情居然这么死，当时安排的随行医生都没派上用场。陈宇与我第一次见面的哪天表现？你就说你当时不来气，一股子可以讨好的劲。霍晨玉先生，你是否愿意娶石千小姐为妻？无论贫穷还是富有，疾病还是健康，都爱她，守护她，直到永远。我愿意。石千小姐，你是否愿意嫁给霍晨玉先生？无论贫穷还是富有，疾病还是健康，都爱她，守护她，直到永远。我愿意。风停了也无所谓，只因为你总说 Everything will be okay。 准备好了3、2、1 I'm always online， 和你 1 to 1， 爱开始扩散，我们连接了，穿越天空银河。你知道吗？生产那天我在厂房里想，这辈子大概就一个人带着孩子了。现在想想，天爷还是心疼啊。